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看到中俄两国的实力迅速崛起后，就对中俄两国的发展感到眼红，因此不断想方设法来针对中俄，想以此来遏制中俄两国的迅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近日也开始变得非常嚣张，有了美国的怂恿，就开始向中俄两国叫嚣。此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直言要让俄罗斯归还南千岛群岛，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而近日，日本前首相更是嚣张，狂言要全力支持台海地区，而引起了诸多观察人士的反感。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关于日台关系的一段视频演讲中表示，台海地区与日本距离非常接近，所以如果台海发生斗争，必定会对日本的安全造成威胁，所以日本不会允许台海地区受到武力侵犯。台海地区有事，就等同于日本有事，也就等于是日美同盟有事。这样的消息一出，便引起了各界媒体的纷纷关注，也引起了我国诸多观察人士的强烈反感。大家都认为，安倍有了美国的几句甜言蜜语，就分不清楚自己是谁了。日本有什么资格这样狂妄呢？如果是因为有了美国的教唆和怂恿，那可真是太愚蠢和无知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疯狂对中国叫嚣之际，普京终于看不下去了，果断向日本出手了。据相关消息报道，俄罗斯在近日已经向南千岛群岛部署了海岸导弹防御系统。据悉，有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这次向南千岛群岛出动的时间刚好在与日本前首相安倍向中国挑衅之后，因此这很蹊跷。此外，据消息得知，俄罗斯 K300P 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已经被转移到了千岛群岛中的马图阿岛。这款导弹能够攻击500公里内的海上目标。俄罗斯国防部还称，将在向该地区用大型导弹运输车运输其他物资，还将建造车库等其他基础设施。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普京真够意思，果然一再的夸赞中俄关系很稳定，并不是吹的。看到日本疯狂对中国叫嚣后，就果断向其出手，彰显了中俄之间友谊的稳定。所以，日本还是应该看清局势，不要以为有了美国撑腰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如果真要逼中俄动手，想必美国未必会帮助日本的。总而言之，中俄友谊可不像美日友谊那样虚假。我们警告日本，如果一意孤行惹怒了中俄，那我们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等待日本的也就是灭国了。随着美国不断的推进大国对抗，围绕中美之间的对抗局势也愈发激烈。日前，美国就在中国周边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举动。据《环球时报》援引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消息称，在过去的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拜登反手3招，招招刷新了纪录。在这3招中，位居首位的是美军机抵近侦察架次。了解美国手段的人很清楚，派遣军机进行抵近侦察并不是美军的新手段，这一招早在美苏冷战时期，美军就频繁使用。不同于以往的一点是，在过去的11月，美军累计出动94架次的侦察机，在中国周边进行所谓的侦察举动。相比于今年2月最高的75架次，美军整整多出了30%。第二招也跟频次有关，是单日侦察架次突破以往最高的7架次，直逼单日10架次。试想一下，在短短的24小时内，敌方出动了10架次的战机在南海周边行动，这一行动的威慑意义不言而喻。这一动作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侦察，而是逼近摊牌时刻的战时预演。而第3个刷新纪录的则是抵近侦察距离。在这一点上，美国采取的似乎是切香肠战术，一步步逼近中方所能忍耐的极限，而距离越近，则说明中美之间发生意外冲突的可能性越高。根据报道说法，美军机最近时仅距离大陆领海基线 15.91 海里。总的来看，无论是单日、月侦察频次，亦或是最近侦察距离，这都在表明一点，拜登急于同中方摊牌，他们所做的一切冒险举动似乎都在逼中方出手。但是也有人疑问，中美大战，美国能确保一定能赢吗？这个答案是未知的，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国最怕的是一个等字。他们深知，如果现在不出手阻止，以后再想出手就毫无胜算。对于美国急于摊牌的心思，我国专家黄仁伟就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应抓住每个战役缓冲期。这是何意？在我国专家看来，从现在起到2050年，中美将一直处于战略相持的阶段。在第一个10年阶段内，中美应该避免摊牌。尽管现在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言论很多，但是这是相当于霸权而已的，并不是说美国国力的衰落。但避免摊牌并不意味着要一直忍受美国挑衅。在这一相持阶段，中美之间会出现3到5个缓冲期。在斗争激烈的时期，中方要该斗则斗，只有适时的亮剑，才能让美国有所畏惧，并打消掉摊牌的想法。
近段时间，美国加紧将军力转向印太，无论是美英澳联盟，还是在印太地区加大军事存在，美国都是想要往印太领域部署兵力。而作为美国在印太领域有力的盟友，日本在美军加大部署的时候，又怎么会袖手旁观呢？现如今，日本出现2大举动，直指中俄。其一，日本想要在导弹射程上做文章，把原来的100到200公里的射程改进为1000公里以上，这明显就是一种典型的想要提升军事武力，从而进一步对外界进行威慑。日本一名高官称，日本之所以会想在这方面进行加强，是因为邻国的动作让其感到了威胁。其二，美日加德澳军演，海军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活动，旨在维护海域和平。这场5国联合军演的目的肯定不是简单的维护海域和平，从而进一步稳定局势。毕竟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国家的小心思，按他们的这种趋势来看，其未来的军演次数基本是只增不减。事实上，日本这2个举动就是在挑火，无论是提升武器装备还是军演，都是在让局势进一步紧张。而且从最近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诡异气氛来看，日本加大军事防备就是为了预防俄罗斯的下一步计划。从日本公布的俄罗斯军舰闯入日本海峡看，就知道日方对于俄军的行动呈现出高度的紧防，更不用说俄乌冲突加剧，美国、北约与俄罗斯呈现出全面对峙的趋势。在俄罗斯这种全面部署的情况下，日本不得不防，避免俄罗斯会在这个时候从北方4道入手。一旦俄罗斯军队出手，日本就会面临一个艰难的处境。只是相比于日本的担忧，日媒则是开始警醒日本，让后者明白局势的走向。日媒称，在中美俄的对峙中，日本最好是停止手头的行动，避免激怒中俄2国。大国之间的对抗本身就是危险的，日本这种处处都要插一脚的行为，很有可能就会惹祸上身。俄罗斯军演早就表明，西方国家企图常态化的军演令其不满，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对日本的自由航行，或就是在向日本亮明态度。正如日媒所说，日本想要介入，除了会给自己惹得一身腥外，不会带来其他好处。事实证明，日本跟随美国一同敌对中俄，已经引来了警告，现阶段还只是停留在去日本家门口做客。但是日本还不知道悔改，继续挑战底线，那么下一次警告或许不只是家门口巡逻这么简单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一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开始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受到了中国所带来的威胁，所以就想要制造各种局势来干扰中国的发展，以及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打压和制裁。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日本也变得非常嚣张，以为有了美国的撑腰，就可以躲在背后吆五喝六了。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推特表示，近几日内，日本自卫队进行了2栖作战演习。可笑的是，此次发的推特中，他们还故意使用了中文，并宣称日本岛屿众多，为了能够维护群众的安全与利益，所以提高应对岛屿的攻击能力就显得很有必要。除此以外，更令人气愤的是，近日日本前首相安倍狂言日本与台海地区同在，这样的消息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们在台海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但是日本却一再口出狂言，对我们进行干扰。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安倍晋三就台日关系发表了视频演说，在演说中，他竟狂妄表态称，日本无法容忍台海地区受到武力侵犯，日本与台同在，如果台海地区有事，就等同是日本有事，也可以说是日美同盟有事。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如今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下太嚣张了，安倍作为日本的政客也太愚蠢了。有这样的前首相，怪不得日本能够彻底沦为美国的一颗棋子。他们以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真会与日本站在一起，还拿美日同盟说事，但其实美国注重的是日本所带来的利益。美国政府看到日本有利的价值，就不断靠近日本，让日本为自己当炮灰。可笑的是，日本已经上当了。不过，面对日本的一再挑衅，我方也绝没有惯着。在安倍口出狂言以后，我方外交部就紧急约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向其说明了我们坚定的决心，并警告日本，安倍晋三发表极端错误的言论，这是对中国家内事的严重干涉，是在公然挑衅中国的主权。在台海问题上，日本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总之，我们奉劝日本要看清局势，点清自己有几斤几两。中国不是日本能惹得起的，玩火必将自焚，不要逼中国动手。如果一意孤行，面临的将是灭国之灾。